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3集。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心目中的目前最好的华人导演是谁呢？就是这位赵婷。那当然了，好的标准在每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最好的人选每个人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用在这个地方去争执因为我觉得你们喜欢的华人导演呢，我大概率也都是喜欢的但我为什么认为赵婷是目前最好的呢？首先，他非常的年轻他的这个创造力目前处于一个非常鼎盛的状态。那还有呢，就是他已经取得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如图中所示这是他2021年的时候获得奥斯卡奖拍的。看手握2个小金人当年的最佳影片加最佳导演非常的厉害。他是北京出生的我们是同龄人。那么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和他原来是同班同学。当然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和赵婷还并不直接的认识希望以后有这个机会。我非常的欣赏他的才华。那么大家可能有一点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呢作为一个华人导演当然他现在是什么国籍我不知道，这也不重要。我们知道很多华人导演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无论拿奥斯卡还是拿戛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作品中呢都拍了一些中国的特色有一些中国的元素是当时国际社会上所陌生的。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在他们获奖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加分项，但是赵婷特别的与众不同。他的作品没有拍中国的题材甚至里边你甚至找不出一个中国的元素。当然有人说了，他的有一些留白的审美或者有一些对于人文的某种凝视的方式也许是有这个中式的底蕴，但这种都是见仁见智了，对吧？这个很难去猜，除非他自己来解读他的作品说他受到了他在中国成长过程中的什么影响，我们才能够去建立这个联系。否则的话至少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我们在他的影片里看不到中国的元素。那我们来讲一讲他的作品首先这一部就是他2021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这个 Nomadland 这个讲的是美国西部的这种一种新型的游牧民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的一种心理精神的一些追求，跟中国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部作品我们假想一下他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了，是吧？导演呢又是一个华人导演，那理应中国观众应该能看到才对。那这种片子怎么能不引进呢？这票房肯定是有保障的，虽然是一个偏艺术片也确实当年做了引进的努力都快上映了，结果就莫名其妙的下架了。为什么呢？据说原因是由于赵婷2013年的时候接受这个 Filmmaker 这个杂志的采访时候说的一段话有关。他在那段话里呢提到了中国他就说呢，当他青少年的时候在中国，他说那个地方是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就是那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那他说的其实也是事实我觉得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应该能认同他这句话，对吧？据说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所以导致刚才那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
没能在中国上映啊，因为其实那个影片里也没有什么血腥暴力啊，只有一个裸露的镜头。那么按照中国传统的审核方式，你只要把那半分钟啊那个片段剪掉就可以了，或者做一个什么处理啊，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赵婷的这句话。那么后续啊，赵婷呢，既然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后呢，就获得了一个商业片的机会，这个漫威的这个 Eternals 叫永恒族这个片子。那你想这么一个片子，就按理说漫威的片子你都是商业大片吧，都要引进中国的但由于导演是赵婷，也没有引进。当然，缺少了中国的票房呢，是一个损失但整个这个片子，票房全球是4亿美元那么投资大概是2亿美元呢，还是挣钱了并没有亏。好，那么接着说今年赵婷的一个更重量级的影片来了去年叫《Hamnet》这个片子我昨天刚看完必须要好好的夸一番因为他现在也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8项提名当然最终能不能得奖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本身片子的素质就在这里。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 Hamnet 跟这个 Hamlet 就是哈姆雷特这个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那个主角哈姆雷特，这2个名字呢，在16、17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是通用的，所以你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名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莎士比亚这个人他的儿子就叫 Hamnet， 在11岁的时候呢去世了。那这个悲痛导致呢4年后，这个莎士比亚写出了哈姆雷特那个戏剧，等于丧子之痛催生了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的诞生。那赵婷呢就把这个故事进行了他自己的一番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东西跟中国毫无关系，这个故事，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这些剧作呢，可以认为是欧洲的或者欧美的一个核心的文化叙事的一部分你看，赵婷已经可以拍这样的故事了，就是他完全的进入到欧美的核心的文化叙事中了。那他自己怎么处理呢？很漂亮，就是这种悲痛他更多的是从莎士比亚的老婆这个角色出发的，因为作为母亲她的丧子之痛，那么她在她的孩子去世之后呢，她陷入了一种非常的悲伤的状态，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孤独的，就是她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她这个悲伤。因为孩子死的时候，莎士比亚在伦敦在搞他这些戏剧，他并不在现场，所以原本夫妻2人应该一起承担这个悲伤的那个场景呢，莎士比亚不在场等于他自己独自的承受了，所以他也认为莎士比亚是不理解他的从那儿开始呢，夫妻的感情也产生了裂痕。那最后这影片最后是怎么弥合的呢？那我们知道莎士比亚通过4年的时间那么写出了《哈姆雷特》这个剧。这个剧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呢，他老婆去看了然后那个现场的处理就在舞台上演哈姆雷特这个演员当他说出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抉择随着剧情最终这个哈姆雷特要死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现场这个剧院里的这些观众都可以共情这一份悲伤，那就不只是这个阿格尼斯，就是莎士比亚的他老婆不只是他一个人
落泪感到悲伤，而是现场的人都在有各自的悲伤投射啊，落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幕后莎士比亚站在那里，他也在哭。夫妻二人对视了，那一刻，这个阿格尼斯就终于释怀了啊，就是说我的这个悲伤并不是孤独的啊，我的丈夫啊，他也承受着丧子之痛，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份悲痛，并且写出了这样的作品。那以及呢，用这个作品感染了整个剧院的，啊，当然现在感染了整个全世界的啊，喜欢哈姆雷特这个剧的人，都可以体会这份悲伤。所以你看赵婷的这个对于剧作的这种理解，表现力，这种而且二次创作的这个创作力啊，他也这个影片，因为它是从一个小说改编的，等于他也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啊，今年的奥斯卡。所以你可以看到赵婷有多么的出色，这个事情做的啊，更别提说他的音乐品味啊，我也是非常欣赏的啊。之前那个《Nomadland》里啊，他所使用的配乐，那也是Ludovic，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意大利作曲家啊，我特别惊艳啊，在2021年当时我看那部影片的时候，没想到他会选那个人的这个曲子啊当配乐。OK， 所以说回来啊，我用刚才这些话来印证了我今天的观点啊，我认为赵婷是目前最好的华人导演啊，而且他很年轻啊，你可以期待他未来有非常多的更好的作品出现。但是啊，话说回来，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么优秀的华人导演，他的作品你在中国看不到。对吧 ？Nomadland 啊，包括他那个商业片啊，Eternals，包括这一次的这 Hamnet， 估计大概率在中国也是无法上映的。就因为那一句，算是批评中国的话吗？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之后我没有听到赵婷有任何再去这个评论中国的任何的话，没有啊，不说了，选择沉默啊。我能理解他的这个做法啊，我不说了。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其实不说可能并不能解禁。如果能说一点话，也许就能解禁，对吧？夸两句，啊，这个姿态稍微软一点，也许就能解禁。但赵婷肯定是没做，要不然早解禁了，对吧？他没做。啊，我可以认为在这点上他是有某种坚持、某种底线、底气在守的，很棒。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要求他更多了，对吧？所以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的这个系列，对吧？其实在讲“华”这个字，难道一定是有中国元素的，讲中国题材、中国故事的，而且不能展现那种苦难啊，要表现中国现在有多好？难道只有这些东西可以配称作是华吗？赵婷作为一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华人导演，那他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那他曾经在中国生活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像刚才哈姆雷特那个片子里，对吧？莎士比亚的丧子之痛，对他创作出哈姆雷特这样的作品的影响啊，用这部电影就是演绎了一番。那赵婷在创作他这些作品时候，有没有受他比如说华人的这个身份的一些影响，和他成长过程中接收到的一些讯息的一些影响，有没有呢？很遗憾，我们听不到啊，因为如果环境是宽松的，就是你不会说因为提到中国就被中国这种软封杀。如果环境是自由的、宽松的，那么赵婷就可以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就可以把他这些感悟讲出来。
啊，我觉得这个是会给人们以很大启发的。但是很遗憾啊，他现在只能选择不说。那我觉得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种损失，对吧？最好的华人导演的作品，虽然拍的不是中国题材，对吧？但是艺术是相通的，不分国界的。这样的好的作品，大部分的中国人看不到，大部分的中国人感受不到，也听不到赵婷去描述啊自己的这些感受。你并不能够去感同身受的认同说啊，原来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华人导演，但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那如果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说有谁辱华了，那究竟是谁在辱华呢？我相信大家是有答案的，对吧？OK 啊，今天就聊这么多。我们把最好的祝愿送给赵婷啊，希望她这次这个奥斯卡上啊也能有所收获。那当然了，就即便没得奖，已经无关紧要了啊！这么有才华，这么年轻，那我们只能期待以后看到更多他的优秀的作品。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